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欢迎同学们跟着林老师学汉字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一首诗，它的题目叫《画》。先听老师来读一读。画，唐，王维。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这首诗的题目叫做画。来看左边这幅图就是一幅儿童画的图画来读一读词语图画。右边呢，这个小朋友他正在画画，对不对？来读一读词语画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的画的词语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。国画、漫画、画册、绘画。关于画呢，还有一个小故事，它叫画龙点睛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传说有一年呀，张僧繇奉梁武帝之命，前去金陵安乐寺的墙上画4条金龙。仅3天，他就画出了4条活灵活现、威风凛凛的龙。这4条龙与真龙竟没有什么差别，一时间围观的人都大为惊叹。然而，当人们凑近细看时，才发现这些龙全都没有眼睛。这样明显的缺陷让大家感到非常的不解，纷纷请求张僧繇为龙添上眼睛。张僧繇却笑着说，为龙画上眼睛不难，可一旦画了眼睛，这4条龙可就飞走啦。大家一听这话，都哈哈大笑起来，觉得他十分荒唐。画出来的龙怎么会飞走呢？所有的人都不相信。于是张僧繇只好答应先给其中的2条龙画上眼睛。他当着众人的面提起笔，轻轻在画上点上眼睛。刚画完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天空忽然乌云密布，紧接着一阵电闪雷鸣。在狂风暴雨中，那2条龙竟真的震破墙壁，凌空飞起，最终消失在云层中。是不是很有意思呀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画龙点睛的小故事。来看画这个字怎么写呢？上半格一个横，写完横之后呢，写一个田字，竖横折横竖横，下边画一个小框，是吧？竖折竖，这个就是画画的画。今天呢，我们先来学习前2句，再来读一读吧。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在前2句当中，有2组反义词，老师已经用红笔给大家勾画出来了。第一组远对近，第2组有对无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组远对近，那这一组呢，它们意思相反，是一对反义词。来看它们的写法也挺相近的，它们有相同的偏旁，这个偏旁呢叫走之旁。那么走之旁呢，它就和行动有关系。这段距离是远是近，走起来丈量一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同时呀，这2个字呢，它也是形声字，里边的部分表声，外边的部分表意，
这就是形声字。我们先来看远，里边的叫圆，1元钱的元，外边加一个走之就念远。刚才老师一直说里边外边，那凡是带走之旁的字呀，它都是半包围结构的字。你看左边和下边包着呢，上边和右边是露着的，所以叫半包围结构的字。那么半包围结构的字呀，都是先写里边，再写走之旁，再写外边，这个字呢就念远。来读一读词语吧。偏远，偏远。来看这个图片，这个小村子呢就是比较偏远。远处，远处。远方，远方。来看第二幅图，这位运动员他正在跳远，跳远就是这2个字啊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第二个字近。近呢，它也是半包围结构的字，在写的时候呢，先写里边的部分，这个字念斤啊，它也是形声字。斤，1斤2斤的斤代表它的读音，外边的走之旁呢就代表它的意思，所以呀，它也是一个形声字。来，我们读一读词语吧。最近，近期，近日，远近闻名。下边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这2个字的写法。先来看远，远字呢，先写里边的部分，短横、长横、小撇、竖弯钩，走之旁点、横折折撇，然后最后的捺，出一点小头，沿着横折折撇的最后一笔来写出一个平捺啊，这个就是远。走之旁的字啊，这个走之旁不是特别好写，我们需要多练习一下。下面我们来看近，同样的，近也是先写里边的部分，里边是一个斤，1斤2斤的斤，平撇、竖撇、横、竖，然后再写外边的走之旁，点、横折折撇，然后是一个平捺，这个就念近。我们再来看这2句，刚才我们说了呀，有2对反义词，第一对远对近，我们说完了。我们下边来看第2组，有对无。有对无，无这个字呀，在前边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无就是没有的意思。那它的反义词呢，就是有。我们来看有这个字形啊，它的甲骨文，在上边的这个部分呢，就像一只手；下边的这个部分呢，它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月字，对不对？那它在古代呢，其实更像一块肉的意思。那一只手拿着这块肉，那它的本意呢，就是持有的意思啊，持有。从这个意思出发呢，我们可以说一个句子：我有一个玩具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读词语吧。有的，没有，只有，有时。下边来看有的写法还比较简单啊，上边一个长横，竖中线起笔往左下角出一个撇尖，下边就按照月的想法，第一笔变成竖，然后横折钩里边2横，短横再来一个短横啊，这个就念有。那这首诗当中呢，我们再来看啊，看和听，这是属于什么呢？2种感官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们也放在一起来讲一讲啊。这个看呢，我们需要用到眼睛；听呢，我们要用到耳朵，所以它是我们的2种感官。
看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重点学习一下这个听。来，读一读词语：听到、听说、听见、好听、听话。哎，这个听口字旁加一个金，它就念听。我们刚刚讲过了进半包围结构，里边一个金，外边走之旁。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听，它同样是一个金，哎，左边再加一个口字旁，所以写的时候啊就比较好写了。左边的口写的稍微的小一点儿，竖、横、折、横。右边金的写法和上边学到的进是一样的，平撇、竖撇、横、竖，这个竖稍微的长一点，这个就念听，听见的听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组字啊，色和声。来，我们先来看这个色字，色彩、颜色。来看第一幅图，就是由不同的颜色变成的一幅画，非常的漂亮。读一读这个词语吧：颜色、景色、色彩。哎，来看这幅图，大家想到的什么词呢？林老师想到的是五颜六色，或者叫五光十色，哎，都有这个色。非常的漂亮啊！好，那下边我们来看这个声，声音的声，来读一读词语：大声、声音、笑声、叫声、响声，哎，这个就念声。下边来看一看这两个字的写法：色上边是刀字头，撇、横撇。下边呢就是一个八字，大巴车的巴，横折、竖、横、竖弯钩，哎，这个就念色，颜色的色。再来看声，声也是上下结构，上边是护士的士，战士的士，长横，竖中线一竖，再来一个短横。下边的部分呢，横折、竖、横，然后往左下格写一个撇，稍微长一点，出撇尖儿，这个字就念声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学了这首诗的前两句，并且学到了里边的7个字。现在我们再来读一读吧。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学到了这7个字所组成的词语啊，今天的词还是很多的。我们再来读一读词语：国画、漫画、画册、绘画、图画、画画、偏远、远处、远方、跳远、最近、近期、近日、远近闻名。有的、没有、只有、有时。听到、听说、听见、好听、听话。颜色、景色、色彩、五颜六色。大声、声音、笑声、叫声、响声。哎，同学们可以按下暂停键，然后自己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吧。好，今天我们学了这7个生字，同时呢，学到了它们的写法，
现在就请同学们自己拿出填格本，拿出铅笔，我们一起来写一写，练一练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啦，同学们再见。